今天是2023年的12月17日啊！你发现2023年最后一个月已经过了多少了？已经过了一半了啊！我们马上要迎接新的一年2024年。我相信在2023年里面，我们经历过生命的低谷，也经历过一些生命的艰难。但是我相信2023年里面，我们更多的经历了神丰盛的恩典和他大能的同在。阿们。那在这个时候，为着我们在2023年，我们领受了神的大能和神的恩典，领受了神的爱，我们将荣耀归给神。我们一同拍掌，将荣耀归给他。那我相信每一年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为着这新的一年多多少少的有一些的计划，有一些的规划或者说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然后呢，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啊。正如怎么说呢？心之所向，身之所往。你心里面怎么想的，你一定会往这个地方去走。那么在新的一年里，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如何来开始你新的一年？那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新年从建造你的心开始。对你身边的人说，新年从建造你的心开始。在箴言书的4章23节说到，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思想，我们现在的思维，我们现在的规划，就决定了2024年你要带出什么样的果效。你现在的决定，你现在的思想，一定会在2024年来影响你。如果说你想要在新的一年里可以生命当中带出喜乐、平安、力量、爱、影响，那你就要建造你的心，让你的心涌流出来生命，让你的心充满神的爱。因为你心里如何，你外面也一定如何。如果说你想要在新的一年里，你的生活里带来的是积极的，那你就要学会用好你的心门。面对世界给你的负面的思想，面对撒旦给你的谎言和控告，你的门要对他是关着的。阿们。你的门要对他是关的，但是你对神，你到神的面前，无论是在敬拜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在听神话语的时候，在小组里，你的心要是打开的。因为你的心打开，你才会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如果说你想在新的一年里领受神更多的祝福，生命当中有更多神的同在和大能，那你生活里一定要对神有真实的信靠。人的信有3种，第一种叫做理性的信。在雅各书的2章19节说到，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那我们知道理性的信就是我们常说的头脑的信，知识的信。我知道，但是我选择不要，是吧？魔鬼也知道有神，但是他选择不要，这是理性的信。那第二个，今生的信，在哥林多前书说到，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如果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只在乎今生，说我想要什么，我想要我信了神之后，神赐我丰衣足食，神保佑我，为我消灾避难，神让我在事业上丰收，让爱情上丰收，神让我升官发财等等。圣经怎么说？说我们比这个世界上的众人更可怜。这是叫今生的信，只在乎今生。那真实的信是我现在就信。在创世纪的15章第6节里面讲到，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因为在上面神说了，你出去数算天上的众星，你的后裔要将如天上的星那样多。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有没有儿子？没有啊。但是神告诉他说，你的后裔将如天上的星，亚伯拉罕就信了。亚伯拉罕说，我现在就看到了我的后裔将要如天上的星。那是一个现在的信，那是一个真实的信。渴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真实的信，与神同行，爱他，顺服他，为他而活。我们的心境况如何，你的生命也如何。你心里面是积极的，你的生活一定是积极的。你的心里是有力量的，你的外在也是有力量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的3章16节讲到说，
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哪里的力量？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啊！所以对你身边前后左右的人说，建造你的心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的心里一定要有力量，所以我们要开始建造我们的心。那从哪些方面来建造呢？第一个，你的心里要有心墙。心墙有什么功用呢？心墙是什么呢？心墙它是一道闸门，是一个开关，是一切源头的开始。那心墙最重要的两个作用，一个是保护，一个是界限。那我们知道我们国家跟很多的国家都有接壤，那在接壤的地方呢，一定会立一块碑，然后正面写着中国，然后另外一面写着其他国家的名字啊。如果说你越过了这个碑，你就进入了别的国家啊。但是如果说你在中国的领土里面，你受不受中国的保护？别的国家一定不能随便的过来攻击你、搅扰你，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踏过了这个边界，你过了这个界限，还在不在那个保护的里面？你就不在那个保护的里面。所以心墙是一个保护。如果说你的心里面没有界限、没有保护，会怎么样？在我们这个宿舍，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它的客厅跟厨房是连着的，但是呢，客厅跟厨房呢是没有门的。所以有的时候做饭的时候，因为之前喜欢吃辣椒嘛，然后会炸那个辣椒油啊，你知道吗？炸完辣椒油之后，厨房客厅一个味道，把人呛的怎么样？待不住啊！为什么？因为没有门，没有那个界限，没有那个保护。各位家人，你再想象一下啊，然后你出去到外面找个宾馆，然后去睡觉，宾馆没有门，然后你在你家里是不是几代同堂是吧？有老有少是吧？有男有女，然后你家的洗手间没有门，请问一下，你有安全感吗？没有安全感吧？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心没有保护，你的心也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正如神对我们这个人的一个设计啊，你发现你的心脏是你人身体里面最核心的器官啊。如果说你的心不跳了啊，有可能你知道啊。那所以说我们的心脏呢，它会让血液然后在我们的全身里面循环。另外呢，心脏呢也会把氧气还有你吃东西的养分啊输入到其他的器官里面。最重要的，它也会把你身体的其他的毒素带走。如果说你的心出了问题，你身体会不会出问题啊？那如果说你的心墙出问题，你的生命也一定出问题。今天我们生命当中面对魔鬼给我们的每一个攻击、每一个谎言、每一个挑战，为什么撒旦常常是得胜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所信的神是真的，是有大能的，他比万有都大，是吧？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常说住在我们里面的比万有都大。那为什么撒旦还能胜过我们？那是因为你配合他，那是因为人配合撒旦的攻击，配合他的搅扰。我们知道撒旦的权势就是死跟罪，但是这个耶稣有没有解决？耶稣来有没有把罪干掉？有没有把死干掉？都干掉了，是吧？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为什么魔鬼在我们生命中还有能力？那是因为人配合他。如果说你不跟魔鬼配合，我相信魔鬼在你的生命当中绝对不能给你带来任何负面的破坏和搅扰。他可以攻击你，但是不能胜过你。他可以对你发出很多的火箭，但是他的诡计必然败落。耶稣说，在约翰福音的10章第10节说到，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啊。如果说你的心里面没有心墙，你的心里面没有保护，仇敌来就可以到你的生命当中偷窃、杀害、毁坏。如果说你的心对他没有防御，仇敌能到你生命当中偷窃、杀害、毁坏的一个前提是什么？是你的心墙有没有对他关闭，你的心墙有没有对他防御。没有心墙，你就会遭大难、受凌辱、被抢夺。
如果说你的心里面有心墙，你的心墙对仇敌是关闭的，他一定没有办法攻击你和搅扰你啊。所以我们里面的心墙，你向外界是关闭还是开启，它会影响我们整个人的动机、决定和行动。魔鬼是渴望阻拦我们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就是你越想爱神，你越想跟神亲密的时候，他越想阻断这种生命的涌流，使我们可以转向神的旨意，远离神的旨意，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带来的是什么？抱怨，让我们生命里面不再有从神来的那种能力。任何一座城池啊，它被仇敌攻破，被仇敌抢夺，被仇敌凌辱，一定是因为它有了破口，要么是它的城门被打开了，要么是它的城墙塌陷了。所以你知道吗？魔鬼也在不断的来攻击我们，搅扰我们，企图怎么样？企图来攻破我们的心，在我们心里植入罪的念头，引诱我们去犯罪，让我们的心受玷污。因为你的心玷污了之后，他可以抢夺你的爱，抢夺你的平安，抢夺你的喜乐，抢夺你的幸福，抢夺你的信心。但是如果说你的心对他有防御、有保护，他没办法攻击你，你的生命一定是带来美好。如果说你的心被他攻破了，你一定会抱怨你的工作，抱怨你的家庭，抱怨你的婚姻，抱怨你所人际关系，抱怨你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切。但是如果说你的心有保护，一定是在那个爱的里面。所以在路加福音的6章45节说道，善人从他心里面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保护好你自己的心，建造好你的心墙啊。那今天我们如何来建造我们的心墙呢？第一个，常活在神的爱中，神用他的爱浇灌我们的心，神也用他的爱来建立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在约翰一书的4章9节说到，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在约翰一书的4章16节也说到，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人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其实就是爱，因为爱才可以让人得满足啊。在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把那个爱与被爱已经放到人的里面啊，所以只有爱才可以满足人的需要，才可以满足人的心。神的爱是完全的，神的爱是可以医治你生命当中一切的破碎，神的爱也可以医治你生命当中你心墙里面一切的破口。我们要做的，要选择的就是你的心对神是敞开的，你的心是对神是打开的，只有这样你才能让神的爱进入到你的里面。如果说神说了我爱你，但是你说了神啊，我不想让你爱，是吧？神到你家要敲你家的门，要进入到你家里面，你说神啊，我就不给你开门，那个爱是没有办法进入到你的里面的。所以你的心墙要对神打开啊。新的一年里，如果你在神的爱中，你的幸福感一定会提升。如果说你能在神的爱中，你的焦虑一定会减少。当你在神的爱中，仇敌就无法来攻破你的心墙。我们知道，有一个人，他叫做利克胡哲啊。那利克胡哲呢，他从出生的时候他都没有胳膊，然后他的脚呀就很小。你知道吗？当他出生之后，他面对自己这样的人生，他觉得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你可以看一看图片，这样的人，你觉得他的人生有意义吗？所以你知道吗？当他心里的心墙是破坏的时候，仇敌就放了一个念头来说，你这样的人不配活着，你这样的人活着没有意义。所以说在他生命当中，他多次自杀，知道吗？因为他觉得生命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后来当他信了主之后，他经历了神的爱之后，神的爱就医治了他心里面的那个破碎，神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改变了他。所以在后面他整个人就开始发生了一个翻转，他然后就到处的去开那个演讲，告诉他的生命是怎样翻转的，他的生命是怎样改变的，因为他的心墙被重新的建造。
所以仇敌就没办法再说你活着没有意义，你去死了吧。仇敌那种攻击、那种搅扰、那种谎言、那种负面的，不能在他的心里面做主了。所以他的生命带着影响力，而且现在他已经结婚了，而且还有2个孩子。哇，你发现是不是？他心里面没有保护的时候，他说我要死。当他的心里面被神的爱医治了，有成长了之后，你发现他的生活带来一个很大的改变，真的是一个奇迹的人生啊！所以各位家人们，让自己常常活在神的爱中。那第二个，如何见到你的心强？你的心里要有神的话。在马太福音的6章23节说到，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那黑暗是何等的大。今天我戴了眼镜啊，所以我站在这里，然后我可以看到最后一排家人的这个脸，看到他面上的表情啊。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说我摘了眼镜之后呢，20米之外我看人都是模糊的。我记得就是上周早上，然后新哥从那个电梯那里过来，然后我没有戴眼镜，我在那这么眯着眼瞪着眼在看，哟，我说像新哥吗？好像是新哥，但是里面又不敢确定，你知道吗？所以耶稣说，如果说你的眼睛是昏花的，你的全身就黑暗。但是如果说你心里的光暗了，那个黑暗比眼睛没有光更大的。所以你的生命想要成长，你想要胜过仇敌，你想要洁净自己的心，唯有什么？唯有神的话啊！当你用神的话来建立你的心墙，仇敌绝对无法到你的生命当中来掳掠、来抢夺。当神的话在你的里面，当神的话在你的心里，你的心一定是光明的，从你里面涌流出来的也是光明的、正面的、积极的。当耶稣30岁出来工作的时候，他出来传福音，然后就去受洗，受完洗之后，撒旦是不是就来攻击他？而且你发现啊，撒旦攻击的时候都是人最需要的时候，是吧？当耶稣饿了，撒旦就说：“哎呀，你不是饿了吗？那你去呀，是吧？你用你的能力啊，让石头变成食物呀，是吧？在你最需要的时候。”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不是想要得名吗？你不是想要知道神爱不爱你吗？哎呀，你去殿顶上，从殿顶上跳下来呀，证实一下神对你的爱呀，是吧？你从殿上你跳下来之后，哇，人看到你跳下来没有事，是吧？你就得大名啊，是吧？你想要嘛，那你就去跳嘛。然后第三个就是，是吧？你来不是为世界来吗？你不是想要得这世界吗？是吧？你拜我呀，你拜我，是吧？这世界上繁华，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我都给你呀。是不是？你发现仇敌攻击的都是你生命当中最需要的那个地方，最软弱的那个地方。那耶稣是怎么胜过的？耶稣每一次都是用神的话。所以为什么撒旦不能攻破耶稣的心？因为耶稣是用神的话建到他里面的心墙，让神的话在他的心里面。因为他的心没有破口，仇敌就没有机会，仇敌自然就没有办法得胜。所以新的一年里，好好去读圣经，好好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让神的话成为你心里的墙啊！你的生命一定是稳固的，你在新的一年里也一定会带出好的果效。在诗篇119篇105节说到：“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就是我路上的光。”119篇的130节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昧人通达。”所以，当新的一年里，你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你的心一定是在神的保护里面，一定是被神的话所充满，一定会带出美好的果效。那第三个，建立圣经的价值观啊，在罗马书的12章第2节说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资讯发达的时代，对不对？每个人都有手机，你发现你手机拿出来，每天是吧刷一刷，你发现是吧一部手机在手，让你知尽天下大部分的事。那无穷无尽的信息淹没着你。更重要的是，你知道吗？当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世界很多的价值观都会慢慢的来腐蚀你，仇敌也会借着这些，加上他的一些诡计，你很快就沦陷了，知道吗？世界的价值观在不断的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在腐蚀我们的价值观。这个世界告诉人，你只要喜欢就可以在一起，你只要喜欢，你就可以未婚同居，先试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婚姻是神圣的，然后婚姻是
有盟约的，婚姻是要彼此忠贞的，婚姻是一生一世，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是吧？世界告诉你，你要赚钱，你有钱你才有价值。世界告诉你，你有钱你才可以拥有一切。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是吧？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世界告诉你，你要有好的车子，你要有豪华的别墅、好的房子，你要有好多的票子，你的人生才精彩，你的人生才有价值。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学会把现在投资到永恒里，那个价值是更精彩的，那个价值是永恒的，那个价值是将来记在神的册子上的，那个是永远为你存留的。世界的价值观是仇敌给我们的网络跟陷阱，你落进去你就出不来，你落进去你就会被许多的头苦刺透啊！新的一年里，让圣经的价值观在你的里面，让圣经的价值观成为你的心墙，让你的心是对的，让你的价值是对的，让你的行动也是对的，这样神美好的果效必定随着你。那第二大点，你的心里面要有次序啊！我们的神是非常看重次序的神，神创造次序，但是魔鬼希望基督徒的生活没有次序，魔鬼也希望教会没有次序。在创世纪的里面，我们看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当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啊，那个地是空虚混沌，是没有次序的。所以神第一天说要有光，然后就有了光，光就分开了光暗。然后第二天神创造的空气，第三天神创造了旱地，然后创造了草本植物、木本植物。第四天神创造了太阳、月亮和众星。第五天神创造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第六天地上所有的活物还有人。你发现神在创造这一切的时候，有晚上有早晨，是吧？动物各从其类，植物各从其类，草本植物、木本植物都是各从其类。创造人的时候有男有女。你发现神是有次序的一位神。各位家人们，先有神才有世界，先有神才有会幕和圣殿，先有神才有祝福和兴盛。所以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你如何来安排你生命中的优先次序，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心中的次序显明了你所看重的，你所在乎的。你在乎什么，那一定是你生命中第一优先的。你觉得很重要的事，一定是排在你生命当中第一要做的事啊。所以各位家人们，第一优先要做的事是神居首位。在马可福音的12章29节30节说到，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当你让神在你生命中居首位的时候，你的生活一定有次序，你的生活一定经历保护。你想要让神居首位，你就要把你的心交给他。你想要神在你生命里面居首位，你就要把你的心给他。每一次你到神的面前，每一次你敬拜、祷告、服侍，都要用哪里？用心。因为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才是神所要的。每一天第一件事情，立志寻求神，让神成为你生命中的首位。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叫做大卫，圣经对他的评价，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你发现诗篇有很多的诗都是谁写的？都是大卫写的。你发现大卫在写很多诗篇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和神的关系非常的好。那为什么大卫能和神有那么好的关系？为什么大卫能明白神的心意？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卫以凡事以神为首位。你发现他每一次打仗的时候，他说神啊，我去打他可不可以？是吧？神啊，我做这件事情可不可以？你发现他很多的事情他都会先找神问一问。在撒母耳记下的7章第1节说到，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扰。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啊，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这是大卫做王之后啊，就是神使他安静啊，没有仇敌来攻击他、搅扰他。那时候他躺在自己的床上，那有可能是躺在床上啊，然后他看着自己住在一个非常豪华的宫殿，然后他在想一件事，他说
看呐，我住的是一个香柏木的房屋，但是神的殿，神的约柜却在幔子里，这有点不行啊。然后他心里面就有一个意念说，我要为神建殿。当他心里面说我要为神建殿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不，你不能为我建殿。为什么？因为你是个战士，你杀过人，流过血啊。那你以我为首位，是吧？你这样的爱我，神说了，那从现在开始啊，在你以后，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我让你得大名，凡是你的仇敌，我都给他剪除。我要为你建立家室啊，我必让你的儿子接续你的王位，然后他必为我建殿，你的国位和你的政权在我的面前是永远的。你发现当大卫说，神啊，你在我生命中有首位，神说了，我就要祝福你。你发现扫罗同样也是王啊，但是扫罗他的国位在神的面前是永远的吗？不是的。但是大卫说，神啊，我让你成为生命中的首位。神说了，你的国权和政权在我的面前是永远的。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33节告诉我们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了。当大卫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的时候，先为神着想的时候，神说了，你不要这一切，我都给你。所以各位家人们，让神在你生命中居首位。你跟神的关系越好，你的事就会变成神的事。阿们啊。那至于我们如何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啊，这个每次讲到都有讲，是吧？你每天你一定要花时间跟神来亲近啊，读经祷告，让自己常常活在神的话语当中，然后从神的话语里面吸收养分，让自己不断的被更新，让自己不断的成长啊。祷告可以改变生命，祷告也可以带来祝福，所以祷告是最好和神建立关系的啊，也可以让你得着信心，得着能力。所以各位家人们，上周牧师说了，以后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大声，要带着火，要热情啊。其实你要知道，声音的大小表达了一个人的情绪，对不对？同样一句话，比如说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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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能不能听得出来我的情绪？是不是？同样一句话，同样3个字，你声音的大小，你其实在表达你对他情绪的大小，对不对？为什么说你祷告要大声啊？其实是不是神听不见呀？不是啊，你在心里默祷，神也听得见呀。像我这么小的声，神也听得见呀。那为什么要让我们大声呢？其实大声在你向神表达，神啊，我渴慕你，神啊，我需要你，神啊，我感谢你，是真的感谢，不是假的感谢。所以祷告要大声，对你身边的人说，祷告要大声。第二优先是你的配偶。在马可福音的12章31节说，耶稣说，其次是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从哪里开始？从身边开始。你不要说我爱一个美国的人，这是扯，是吧？这不现实。爱一个人要从哪里开始？爱人如己从哪里开始？从你身边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谁离你最近？是你的配偶。所以你第二优先的是谁？是要你的配偶。做丈夫的要学会爱妻子，学会表达，学会付出。那也许有的弟兄说了，我情商低，我不会表达，怎么办？我告诉你，这是可以学习跟改变的啊。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只要你能靠着神，是吧？只要你愿意，神一定会帮助你成为一个好的丈夫。所以在以弗所书的5章25节说到，你们做丈夫的要干嘛？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为教会舍己。那做妻子呢，要帮助你的丈夫，请说帮助啊，帮助他干什么？帮助他成长。如果说你的丈夫不太会爱你，是不是？那你教教他啊，你可以教他怎样来爱你啊。更重要的是，你要帮助他去爱神，你要帮助他让神的旨意在他的生命当中成全。所以在创世纪2章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做妻子的是要好好的去帮助你的丈夫，让神的旨意在他的生命中成全。另外就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最应该倾心吐意的对象啊，应该是你的配偶。就是2个人要有多沟通啊，心里的话要多跟配偶讲一讲啊。良好的沟通会让夫妻的关系更亲密。注意了，
最重要的事情，两个人要跟神有好的关系。婚姻是两个不同的家庭，然后组建成一个新的家庭啊。那每个人的原生家庭、成长背景、经历都不相同啊，都不一样。那在婚姻的生活中，两个不同的人，怎样才能关系不断的亲密？心跟心怎样才能不断的靠近呢？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你配偶跟神的关系。我们知道三角形啊，是这个世界上被广泛认为最稳定的形式之一。无论是桥梁建筑，还是我们生活当中，你常常都会看到三角形啊。所以你的婚姻也要是三角形的。哪三角呢？你啊，做丈夫的妻子，还有谁？还有神啊。只有这样，你的婚姻才是稳定的。另外，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做丈夫的与神的关系越近，做妻子的与神的关系越近，你发现夫妻的关系那个距离也会越来越近。所以各位家人们，新的一年里，好好的去安排一下你的优先次序啊。除了神之外，让你的配偶成为你生命中的优先。好好的去在生命当中靠着圣灵的帮助做一个调整。如果说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把这个爱行出来，是吧？让神来帮助你，是吧？这是可以学习的，这是可以改变的啊。到神的面前去祷告，是吧？也可以去参加一些相关的课程。没有问题的，只要你愿意，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啊。第三个优先次序是分享福音啊。在彼得前书的2章第9节说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马可福音的16章15节说到，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被赋予了使命，传福音。请说传福音。我们被拣选，我们被呼召，是要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是要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奇妙的作为。教会的使命是使不信的人成为信的人。教会不应该单单为了信的人而存在。你说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聚在一起，这没有错，但是这不是重要的目的。重要的目的是要让那些不信的人成为信的人，让那些不信的人到教会，这才是神所要的。阿们。神恨恶罪恶，这话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但是你知道吗？神爱罪人也是真的。你知道吗？神让耶稣为我们死，为罪人死，其实已经证明了神的爱。神的心意是要让人悔改，离开罪，归入光明，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在以西结书的33章11节，神让以西结先知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力所行的道而存活。神说了，他指着谁启示？他指着自己启示，他指着自己的永生启示，他指着自己的不改变启示。神是不喜悦人灭亡的。阿们。所以新的一年里要去传福音，要去分享福音。那一个人怎样才能信耶稣？一个人怎样才能悔改？一定要有人给他传福音嘛。他一定要先听到福音，所以传福音是神的心意。圣经告诉我们，在罗马书的10章14节说到，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怎能听见呢？是吧？你不给他传福音，他怎么才能听到福音？他怎么才能认识神？他怎样才能有机会悔改呢？所以新的一年里，传福音也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优先去做的。至于怎么传福音，这有很多的方法啊。那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有没有去做。方法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去做，是吧？你知道100种方法、10000种方法去传福音，你一次没做没有用。那有人的家人就说了，你说的好，但是呢我不会讲。不会讲没有问题，你把他带到教会来，教会会讲的人我相信很多，对不对啊？你不会讲没有问题啊，教会会讲的人非常多呀。那你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不太会做，这也没问题，你把他带到教会来，让他参加幸福小组，是吧？我相信在教会里，然后会做的人也有不少，是吧？那你说你不会做，那你陪他来教会，这总可以吧？那也有人家人说了，你上面说的我也都不会，怎么办？那个我不知道给谁传怎么办？
那这个就需要我们教会每一个家人都要处理了啊。那如果说在生活里面你去吃饭吧，那如果说你常常去一家餐馆吃饭，你去的多了，你跟老板认不认识？那如果说这个感情是吃出来的也没问题啊。那如果说你是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去超市买东西，然后去的多了是吧？你跟老板熟了，你买出来的感情，你把他带到教会来。如果说你跟那个人有共同爱好，然后在这个共同爱好上你们爱出来的是吧？爱出来的感情是吧？你把他带到教会来。那如果说你是那个在平时生活当中常常聊天是吧？聊出来的感情，那你把他带到教会来。或者说在你工作当中的同事，你家里的亲人，然后你认识的关系不错的，你都把他带到教会来，是吧？然后我们一起来传福音，我们一同来兴旺福音。那还有一家人说了，你以上说的我都做不了怎么办？还有一个，为传福音的事工祷告，是吧？你每一天能为传福音的事情祷告，能为那些未得救的灵魂祷告，我告诉你，你同样在这个传福音的事工里面，你也同样在神那里面领受奖赏，你也同样在传福音的大军里面。在哥罗西书的1章28节说到，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啊，不管你是怎样跟他建立关系的，然后你把他带到教会来，让他来信耶稣，让他来认识神。所以传福音在新的一年里，各位家人们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优先去做的。第3大点，你的心里要有追求。新的一年里你追求什么很重要，因为这个将成为你的动力和你的目标。圣经当中有2个人啊，那他们是活着被提的，这2个人是谁？考一下大家。以诺和以利亚啊。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然后神就把他接去了。然后以利亚呢是一个大能的先知，一生当中行了8个神迹啊。他祷告3年零6个月天不下雨，是吧？他又祷告，然后天又下雨啊。他祷告是吧？从天上降下火，烧灭好几个50夫长和他跟随他的人啊。他祷告，然后天降火，烧灭祭坛上所有的祭物啊。他一个人是吧？大战850位假先知啊，可以说这个一敌千了。他祷告1点油1点面用了几年？用了3年啊。他祷告是吧？使寡妇的儿子复活，是吧？而且他用他的外衣啊分开约旦河的河水。家人们，想不想要以利亚这种充满能力的生活？如果说你想要在新的一年里可以像以利亚这样生命带着能力的，带着神的大能的，你就要追求什么？你在新的一年里你追求什么很重要。如果说你追求世界的，你收获的一定是劳苦愁烦。如果说你追求属灵的，一定是平安跟丰盛。所以我们要追求什么呢？第一，你要追求圣灵的能力。以利亚的生活有大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特别羡慕的。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得到的能力是以利亚的双倍。这个人是谁？对，这个人是以利沙啊。为什么以利沙得的是双倍的能力？那是因为他的追求啊。以利沙这个人呢，他的家在当时也算一个小富户。当以利沙去呼召的时候，他赶着12对牛啊，在当时一个家里面能有12对牛，应该也是不差的家庭啊。然后当以利亚呼召他，他就开始跟随以利亚，然后这个杀了牛，是吧？摆了宴席，告别过去，告别家人，然后告别耕地的生活，然后开始成为先知的门徒，开始了他的生命成长之路。当他在跟随以利亚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一定看到了以利亚生命当中带出的能力，他一定看到了以利亚跟神的关系，他也看到了以利亚在当时在那个敬拜偶像的时代，以利亚所带出来的影响力。所以以利沙心里面就有一个渴慕说，如果我的生命能像我的老师一样，那就好了。如果说我的生命能得着我老师双倍的能力，那就更好了。所以他心里面有一个渴望，说我要得着感动我老师那个灵加倍的感动。所以当那个火车火马要接以利亚升天之前，以利亚就在列王记下2章第9节就问他说，过去之后，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
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哎，各位家人们，如果说你是以利沙，然后以利亚跟你讲，是吧？这个有大能的先知跟你讲，你要什么你只管求，你要什么？各位家人们，你要什么？你想一想，是吧？如果说以利亚对你这样讲，说你要什么你只管求，你求就得着，说你求我就给你。各位家人们，你要什么？新的一年里，在这个全能的神面前，你要什么？这个很重要的啊。那以利沙是怎么回答的？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是以利沙要的。以利亚要的是什么？要的是那个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所以以利亚一生行了8个神迹，以利沙一生行了16个神迹，双倍的。所以新的一年里，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只要你生命当中有更多圣灵的能力，你在新的一年里，无论你在哪里，一定可以带出好的影响力，一定可以让你的生命改变，让你的生命成长。最近神给我一个新的看见啊，让我看见什么呢？就是说我所信的神是有能力的，所以我的生活要带出能力。我的教会是有火的，所以说我的生活要带着火。我的牧师是卓越的，所以说我也要不断卓越。我喜欢的人是优秀的，所以我也不断优秀。所以说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里啊，我们都被神得着，被圣灵得着，是吧？得到那个神的能力，然后在我们的生命里做光做盐，带出好的影响力。那第二个要追求什么呢？第二个要追求生命的成长。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9章30节说到，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在前的会在后呢？那为什么又在后的又会在前呢？那是因为基督徒的生命不战则败，不兴则就，不进则退。新的一年里你怎么选择？你是要选择成为在前的，还是要选择成为在后的？我记得之前我跟我父母一起干农活的时候，不是要播那个玉米吗？然后我们同时到地里，同时准备好，然后同时开始播。然后我一开始小年轻嘛，然后就播得非常快，但是播着播着就累了，累了之后我会做一件事，然后我会坐下来休息。然后结果呢，播着播着，原来我最前的，播着播着，然后我发现我爸爸然后变成最快的，然后最后我妈妈变成最快的。那我说什么情况？不是都一直在播吗？是吧？我也没怎么这个偷懒呀，但是为什么我会变成在后的？然后我就想起一句老话说，老话是怎么说的？老话说不怕慢，就怕站啊。如果说你的生命没有成长，其实就等于在后退。因为什么？因为别人在成长，是吧？别人成长之后超过你了，你是不是变成后面的？如果说不断的有人超越你，最终你会变成最后的那一位。所以各位家人们，不要变成最后的那一个。新的一年里追求生命的成长，我们要长，不要一直停留在原地，那叫后退。停留在原地就叫后退啊。在以利亚被提之前呢，以利沙就跟着以利亚走了4个地方，这4个地方分别是基甲、伯特利、耶利哥和约旦河。这4个地方都有不同属灵的意义啊。基甲是约书亚给第2代百姓行割礼的地方，是除去旧的，迎接新的。伯特利呢是雅各立为神殿的地方，这里有神的殿，有神。耶利哥呢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所攻打的第1座城，不凭自己，只凭信心，靠着神的大能得胜。那约旦河呢？约旦河其实就是一条新路，让你去得地为业。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以利沙在跟随以利亚这个过程有点像我们的跑垒包，是吧？你从1对1，然后跑到成长班，从成长班跑到门徒班，从门徒班跑到领袖班，然后去得地为业。所以各位家人们，新的一年里，是吧？大家要学会跑垒包，让自己的生命去成长的。也许有家人说了，哎呀，你讲的这个跑垒包我已经跑完了。那如果说你跑完了毕业了，我挑战你，在新的一年里更进一步去做一个幸福小组的组长，去带一个小组，是吧？去传福音。那也有家人说，我不想做幸福校长，那我挑战你，
参与一些教会的服事。如果说你是在这个垒包的系统里面已经跑到灵修班了，已经毕业了啊，然后我挑战你参与一些教会的服事，在服事上让自己的生命前进一步，成长一步。所以鼓励大家新的一年里紧紧跟随，不要放弃。其实在以利亚被接上升之前，别的先知门徒知不知道以利亚要被接上升了？知不知道？我告诉你都知道。圣经在列王记下的2章的3节跟5节就说到，伯特利的先知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不知道？然后以利沙说，我知道，你不要做事，你不用再跟我讲了。然后到了耶利哥的先知也对以利沙说，他说，今天你耶和华要接你师傅离开你，知不知道？知道。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先知的门徒有很多，但是跟随的有几位？跟随的只有这一位。愿意跟着以利亚走的只有这一位啊。我们刚刚说了，他们经过了4个地方，每一次以利亚就说了，耶和华让我去那里，你在这里等。以利沙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我指着你起誓，我今天一定不离开你，你去哪我到哪。这是以利沙的心啊。以利沙说了，你到哪我到哪，反正我就今天跟定你了。所以最终他得到了那个双倍的能力啊。各位家人们，新的一年里，让我们真的是有以利沙这种心智，说我要紧紧的跟随谁？跟随神，跟着我们的牧师，跟着教会的异象，不断前进，不断成长。我相信神更多的美好一定在我们前面等着我们。最后有一节圣经来分享给大家，在腓立比书的4章13节说道，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各位家人们，不要觉得自己老了，身体不行了，记不住，也不要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行，学历不行，也不要自己觉得学不会，不要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改变。我告诉你，靠着神都可以改变。阿们。神可以改变我从不会讲到会讲到，神改变我从自卑到自信，神改变我也可以改变你。神改变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也可以改变你。神改变了扫罗的生命，也可以改变你的生命。阿们。所以各位家人们，不要给自己设限，新的一年里靠着神凡事都可以做，靠着神我们有美好的未来。我们一同起立，让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时候来祷告，我们来追求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能力，我们来追求一个生命的成长。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往前走，靠着神往前走，靠着神更前进一步，更成长一步。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在这个时候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已经拣选了我们，呼召了我们，你已经爱了我们。天父，我们渴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生命是成长的，我们的生命是在你的爱中不断卓越的。所以就求你的灵在这个时候降在我们里面，你圣灵加倍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渴望我们得到那个加倍的灵，我们渴望加倍的圣灵在新的一年里不断的感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是带着能力的，让我们生命是带着影响力的。天父，你在这个时候来改变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改变我们的追求，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把你放在我们的首位。因为我们相信，当我们把你放在首位的时候，你要有更多的祝福临到我们身上。天父，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更爱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在各样的意向上，在你给我们的话语上，在你给我们的那个美好上，让我们不断的前进，得着你要为我们所预备着，得着你要给我们的奖赏。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好的，各位家人请坐。